过去3年，美国房地产市场一直处于一种非常奇怪的状态。房价看起来还挺稳的，但是房子越来越难卖。买家买不起房子，卖家又不愿意卖房子，整个市场仿佛被按下了暂停键。但是现在这种僵局正在被打破。现在很多迹象显示，2026年美国房地产市场可能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，从市场冻结走向被迫抛售。今天我们来看一看美国房地产市场正在发生什么样的转折。为什么美联储已经连续6次降息，累计降了175个基点，但是市场也没有人买单，也没有出现明显的好转，有一些指标甚至比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的恢复期还要差。原因主要是买家正在消失。目前美国房地产市场最明显的变化就是没有人买房子了，有几个买房的数据直接打破了2010年以来的记录。第一个就是销售的暴跌。2026年的1月份，全美国房屋的销售环比大幅度下降8.4%，年化销售只有391万套，这是近4年以来最大的单月跌幅，而且远低于经济学家预期的410.5万套。第二个指标就是更加的极端，待定房屋的销售指数，衡量合同签约量的，叫做待定房屋销售指数，已经跌到了70.9。这个不仅是2010年这个指数创立以来的最低点，甚至比2008年大衰退的复苏期还要糟糕。第三个就是买家离场，统计也很能说明问题。今年的1月份，美国活跃的买家只有136万，这是有记录以来最低的水平。目前全美国有78%的消费者认为现在不是买房的好时期。第二件事情就是卖家比买家多了很多。过去10年，美国的房地产市场一直是典型的卖方市场，房子从来都不会愁卖。但是现在的情况就是开始反转过来了。今年的1月份，全美国的卖方数量比买方多了60万，差距达到了44%，这是自从2013年以来的第2大缺口，仅次于2025年的12月份的45%。按照行业的标准，当卖方比买方超出10%以上的时候，就算是买方市场。然而现在大部分美国的地区已经明显的进入了这个阶段，同时库存也开始积压。全美国目前大约有122万套的房子正在挂牌销售，销售的周期在拉长。在迈阿密和奥斯汀，超过80%的房源挂牌2个月了，还是没有卖出去。第三件事情就是美国的房地产市场可能会进入第2个阶段。在过去的4年，美国的房地产其实经历了2个阶段。第一个阶段就是2023年到2025年的冻结期，当时有很多房主，他们的房贷利率只有3%左右，如果卖房后再买房，就要换成6%以上的利率，所以很多业主宁愿不卖房子，这就是所谓的利率锁定效应。
结果就是交易量越来越少，但房价看起来还挺高的。第二个阶段就是从2026年开始被迫抛售期，目前利率锁定效应正在消逝，利率高于6%的抵押贷款已经越来越多了。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受到高利息的影响。美国目前有84%的家庭根本买不起这个中位数房价的房子。随着交易的减少，局部区域房价开始下降，再加上低利率的锁定期的效应开始减弱，因为生活变故、负资产压力和财务状况的困境等等，大量的卖家开始被迫入场，这意味着市场从供需两淡转向了供应增加、需求枯竭的危险境地。而判断房地产危机是否正在开始，最关键的指标往往不是房价，而是负资产的出现，就是资不抵债的出现。简单来说，就是业主现在的价格已经低于了贷款的余额。截止到2025年年底，全美国大约有110万个借款人已经进入了负资产，叫 underwater 状态，同比激增了58%。随着房价继续下跌，比如说奥斯汀，相比房价最高时下跌了27.8%。这种情况导致有320万个业主房屋净值，就是房屋的 equity 低于10%，也是处于这种风险的边缘。特别是在奥斯汀还有佛罗里达的坦帕，2022年到2024年 FHA 贷款就是低首付贷款的负资产，竟然高达65%到70%，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。有人开始资不抵债了，有人开始违约了，房子被迫止赎，市场供应增加，房价继续下跌，导致更多人资不抵债，止赎数量上升，通常是房地产周期进入下行阶段的重要信号。数据显示，2025年全美国这个止赎的申请增加了14%。FHA 的贷款拖延率达到11.52%，这是2021年以来的最高。而 FHA 的贷款又占了所有严重拖延率的52%，它占了整个指数增长额的80%。这种困境对于低首付和首次购房者的打击是最大的。连美国财政部长贝森本人也表示说，目前美国的房地产正处于衰退当中。第四件事情就是阳光地带开始降温。过去的几年，美国的房地产涨得最快的是所谓的就是阳光地带，比如说佛罗里达州，还有德州。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人口的持续流入，但是现在这股人口的红利已经彻底的没有了。佛罗里达从2022年的人口31万的净流入，下降到2025年仅有2.2万的人口流入，流入的人口暴跌了93%。而现在连阿拉巴马州的迁移率都排到了佛州的前面，德州也从22.2万的人口的流入下降到了6.7万。
降幅达到70%。与此同时，佛州因为目前的评估费上涨2万到5万美元，还有融资黑名单的影响，佛州的公寓房的中位数价格同比下跌了8.1%，库存明显的激增了35%。目前佛罗里达州有2万套房子待售，比2019年高出了42%。这个房产目前压了8个月的这个房地产的供应量。德克萨斯州有15万套房地产，比2019年高出了48%，这个压了7个月的供应量。但是美国的房地产市场有强有弱，迈阿密的卖方比买方多了159%，新泽西州的纽瓦克，它还是这种卖方市场，卖方数量比买方要少31%。第5件事情就是有些城市的住房还比较稳定，像美国的东北部和中西部，比如说芝加哥和纽约等地方，因为库存太少，目前的价格还是比较能够维持的，所以随着人口的流失和估值过高，这些市场可能会变成下一张倒下的这个多米诺骨牌。表面上看，这些市场表现还不错。芝加哥的房价上涨5.7%，纽约的房价上涨5%，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于2026年排名第1的最热门的房地产市场。原因就是因为这些区域的库存比2019年库存还低了40%到60%。但问题是，随着这些市场的估值越来越高，其实这些区域的人口也在不停的流逝。2025年，纽约净流出13.7万人，伊利诺伊州净流出人口4万人，新泽西州和马赛诸塞州也一直有人口流失。所以房价才在这种萎缩的市场中略有上涨。如果人口继续减少，未来的12个月到18个月，房价也会面临压力。第6个问题，为什么降息也救不了美国的楼市呢？很多人认为美联储降息，房地产就会反弹，但是现实并没有那么简单。虽然说美联储已经降息了很多次，但是30年期的抵押贷款的利率仍然徘徊在6.01%左右，原因就是收入追不上房价。目前美国的房价中位数大概是39.68万美元，而且连续上涨了31个月。按照现在的利率，能够负担得起、买得起中位数房价的家庭，年收入至少需要11.1万美元。然而，美国目前家庭的收入中位数只有8.3万美元，而这个2.8万美元的缺口，就是导致首套房买家下降到21%的原因。同时，还有一个风险被很多人忽视，除了个人住房，2026年还有9300多亿美元的商业贷款到期了。如果商业地产出现违约，也可能会通过银行系统直接影响到了住宅市场。
2025年全美国直属申请增加了14%，其中 FHA 的贷款的严重逾期率就有11.52%，主要集中在低收入人群。同时，卖家的心理防线也在不断的降低。根据数据显示，目前卖家与买家的数量缺口达到了37.2%，这是有记录以来的最大差距，迫使卖家必须降价才能卖出房子，并且目前62%的买家，他们最终成交的价格是低于当时的市场报价的。这是2012年以来的最大的折扣时期。过去经历了2轮房地产周期，有3个核心判断。第一，市场已经发生反转，卖家比买家多出44%，这是买方在夺回议价权的信号。第二，市场正在出现被迫卖房。负资产资不抵债的人数激增到了58%，这意味着卖家已经不是不想卖房子，而是不得不卖房子。第三，要警惕过去被炒得很热的区域，比如说佛罗里达、德州，目前正在经历着激烈的调整。如果这个趋势一直的持续下去，未来的12个月到24个月，美国的房地产市场很可能会进入一个新的周期，房产的交易量持续的低迷，部分高估值的区域价格开始修正。从投资的角度来看，很多的真正的投资机会，往往也是市场最悲观的时候出现的。专注美国现金流地产投资，持续跟进美国房地产市场最新数据和政策变化。欢迎订阅和点赞，我们一起拆解美国房地产市场当中最值得关注的机会。和我们一起洞察美国地产，建立您的被动收入渠道，把握下一波机遇，布局美国地产。持续更新美国地产的最新资讯和投资策略，带您了解更多的美国地产投资故事，可以帮您规避风险，让大家在地产投资上少走弯路。感谢支持，欢迎订阅。